嗨，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期待已久的生酮面条，不需要用到机器，用到的食材也不多，而且妹妹说跟人间面条的口感真的很像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干料，在大盆子里称40克燕麦纤维。如果你的燕麦纤维和我的不同，味道也不好，很可能是牌子的问题，可以到生酮菜果的留言区看详细资料。接着称入12克自己打磨的洋车茄子，这个没有代替品哦。一点点盐巴调味。接着把材料都混合均匀。燕麦纤维的部分可以换成其他生酮粉类，像椰子粉和杏仁粉，可是椰子和杏仁味就比较重，质地也没像燕麦纤维细腻，也要根据吸水性调整不同干粉的分量。接着我们打2颗蛋，这次的面条还不能做到无蛋的，蛋在这里起关键性的作用。对蛋过敏的小伙伴等我以后的分享哦。因为蛋的大小不同，我们先倒入2颗蛋黄，再慢慢倒入蛋液，总共用到100克。然后用刮刀搅拌均匀。其实如果要用全蛋或蛋白来做都可以，只是蛋黄做出来颜色比较好看。搅到没有干粉的时候会是这个松散的状态，用手按压还是可以成团的。这么干的面团会很利于接下来一系列的操作。把它放在干净的桌面或垫子上。先用手慢慢按压成团，把松散的面团也沾上来。干面团的好处一，不戴手套也不会沾手。接着在垫上抹上干粉防粘，凯用的是燕麦纤维。等面团会擀得很大，抹的范围尽量大一些。放上面团开始擀面，一开始面团有点裂痕是正常的。干面团的好处2，只需要少许干粉就会不粘了。像这样往不同方向擀面，翻过来继续擀薄。为了让边边规整一些，凯把面团都往里折。翻过来，继续擀薄。擀薄后的面团开始有点粘，我们可以再抹点干粉。另一面也一样。然后继续擀薄。擀到理想的厚度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抹上干粉。最后一次抹上干粉非常重要哦，不然切好的面条就剥不开了。干面团的好处3，擀很薄都不会破。两面均匀抹上干粉，过后像这样折起来，两面对折。接着用大一点的平底刀把面片切成粗细均匀的面条。
从中间取面团就能轻松让面条散开，也可以用刮刀像这样拨开。我们的生酮面条就做好啦，水开始冒小泡泡就可以下锅，转大火，用筷子拨动面条，这个面条煮个30秒就熟了。离火沥干水备用。凯这次打算做一款很简单又好吃的麻酱面，碗里倒入半汤匙酱油1/4汤匙醋，2克腐乳，没有的话可以省略。还有我们的主角麻酱35克。凯去年才发现这种100%的纯麻酱，它从此成为我的生酮必备酱料。买的时候记得看成分表，一定要选没有其他添加物的哦。大概搅拌，加入水稀释一下，再搅拌，大概到这个稀稠程度，尝一下再适量补点盐巴。我们的生酮麻酱就做好啦。准备点青葱，斜着切更好看哦。接着就可以开始摆盘了。面条淋上麻酱、辣椒油或麻油、葱花和熟芝麻，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吃了。这款面条偏硬，吃起来很劲道，配上麻酱和各种调料，超级好吃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，凯下次会分享另外一款面食，敬请期待哦。那我们过几天见了，拜拜。